透露一个秘密给你，如果你掌握了这个技巧，财富将会从四面八方不断涌向你。这里有理论，也有实际操作，所以请耐心看完。很多人不明白为什么总是赚不到钱或者存不住钱。其实，在物质世界中，金钱是一种磁场的体现，而磁场的本质是频率的振动。频率越高，磁场越强，也就越能吸引金钱。因此，金钱作为一种磁场需要流动，它有自己的运作规律。如果你想每天都能增加自己的财富潜力，在评论区留言，我比我想象的还要有钱。大家好，这里是智慧人生，记得点赞订阅并打开小铃铛，这样您就不会错过我们的新视频，与我们一起同修福慧。金钱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但它不仅仅是纸币或数字的积累，更是一种独特的能量流动。每个人与金钱的关系，实际上是他们内在能量的外在体现。就像磁铁能够吸引或排斥物体一样，我们的心态、情绪和信念会直接影响财富是否能够靠近我们。如果我们内心充满恐惧、焦虑和匮乏感，那么这些负面情绪就像磁场中的干扰，阻碍了金钱的流动。相反，如果我们拥有开放、感恩和富足的心态，金钱就会像受磁场吸引的铁屑一样，源源不断地流向我们。很多人误解了财富的本质，认为它完全取决于外界的机会或运气。殊不知，财富流动的背后有着深刻的能量法则。那些能够吸引财富的人，并不是单靠天赋或运气，而是因为他们能够与财富的能量场产生共鸣。他们的思想、情感和行为与财富的振动频率一致，结果自然会吸引更多的金钱流入他们的生活。因此，吸引财富的关键并不在于寻找外部的捷径，而是从内在开始调整自己的磁场。这不仅仅是简单的积极思考或正能量，而是一种全方位的身心调节，包括如何看待自己，如何对待他人，以及如何面对生活中的挑战和机会。正如一块磁铁需要保持干净和有序，才能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吸引力，我们也需要清理内心的杂念和负面情绪，才能为财富创造一个清晰而强大的吸引场。进一步讲，金钱不仅是一种能量交换的媒介，它还反映了我们如何与世界互动。那些内心富足的人，往往不需要刻意追求财富，因为财富自然而然地流向他们。而那些内心充满匮乏感的人，即便拥有大量财富，也常常感到不安，仿佛随时会失去一切。这种现象表明，真正的富足不仅仅体现在银行账户上，更体现在我们内心对世界的信任与安定感上。因此，改变对金钱的看法，不仅能带来物质上的丰盛，还能提升个人的精神境界。当我们认识到财富是一种流动的能量，而非固定的资源时，我们就能摆脱对金钱的过度执着，并在吸引财富的同时享受生活的每一刻。通过调整自己的能量磁场，我们不仅能改善与金钱的关系，还能创造出一个更加丰盈、充实的人生。所以，先设后得的理念在财富的能量法则中占据核心地位。它看似简单，
却蕴含着深刻的宇宙规律。只有当你愿意给予，财富的流动才会变得更加顺畅。这一法则并不是单纯的物质交换，而是强调了能量的循环。当我们付出资源、时间、爱心或知识时，我们实际上是在打开自己与宇宙之间的能量通道，允许更大的财富和机遇回到自己身上。很多时候，人们出于恐惧或匮乏感而紧紧抓住他们已有的资源，害怕一旦给予便再也得不到回报。然而，这种心理状态恰恰是阻碍财富流动的原因之一。无论是金钱、爱、知识，甚至是时间，都有着类似的规律。当它们被过度囤积而不流动时，就会变得停滞，最终失去它们原本的力量。与此相反，懂得给予的人，实际上是在将自己置于能量流动的中心，使自己成为财富循环的一部分。这种先设后得的思维方式可以从多个角度来理解。在金钱层面，当我们慷慨给予，无论是捐赠、帮助他人或支持一个善意的项目，我们都在将自己的能量投入到一个更大的生态系统中。这个系统会通过各种方式回馈给我们，可能是人际关系的改善、事业上的新机遇，甚至是意想不到的财富收获。而这一切的起点，正是我们首先选择了给予，而不是吝惜。这种给予不应只是机械的为了回报而给出，而是发自内心的真诚意愿。许多成功的企业家、慈善家，甚至普通人，都分享过这样一种体验。他们在无条件地帮助他人或为社区贡献时，自己的财富和生活品质也随之提升。这是因为他们通过给予进入了宇宙能量的循环体系，打破了匮乏感的限制，将自己和财富的流动频率调整到了更高的层次。进一步理解，先设后得不仅仅是金钱的流动，也适用于其他领域，比如时间、知识和情感的分享。当我们愿意花时间帮助他人，分享自己的经验或给予爱和支持，我们就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空间来接纳新的体验和机遇。那些真正懂得生活丰盛之道的人，往往不会吝啬于付出，因为他们深知生命的丰盈源于不断的交换与流动。当我们敢于放下内心对失去的恐惧，敢于将自己拥有的一部分与世界分享，我们就会发现，宇宙的回馈往往超乎想象。每一次的舍与得都如同播下的种子，它可能不会立刻开花结果，但在时机成熟时，它会带着更丰盛的回报出现在我们面前。而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获得了外在的财富，也在人生的经历中获得了更大的满足感和幸福感。因此，先舍后得的法则不仅是财富流动的关键，也是个人成长与幸福的重要途径。通过这种心态转变，我们学会了如何打破匮乏的循环，进入一个更加富足、丰盈的生命状态。在深入理解先设后得的法则后，另一个同样重要的财富能量法则是占便宜等于吃亏。这一法则看似与直觉相悖，但其实揭示了生活中许多人难以察觉的真理。它表明，当我们试图通过不公平的方式获取短期利益时，往往最终付出的代价会远超于此，
而真正的长期价值来自于公平的交换与合作。生活中，许多人常常沉迷于占便宜的心理，无论是在物质交易中，还是在人际关系中，总是希望能用最少的付出换取最大的回报。这种心态短期内或许能带来些许好处，但从长远来看，却会使我们陷入一种更深的亏损状态。因为占便宜的本质是破坏了能量的平衡，而宇宙中所有的事物终究都会回归平衡。当我们从他人或环境中获取超过自己应得的部分，实际上是透支了未来的资源，迟早会在某个时刻以另一种形式还回来。占便宜等于吃亏的道理，首先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上。在人际交往中，若一个人总是急于从他人处获取好处，却很少考虑公平给予或回报，他的关系网最终会崩塌。朋友、同事、合作伙伴会慢慢意识到这个人的自私心态，不再愿意与之深交或合作。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是建立在相互支持和共同付出的基础上的，而一旦这个平衡被打破，所有的关系都将逐渐瓦解。试图占便宜的人，最终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失去了更大、更长远的利益。这种法则不仅仅适用于个人关系，同样适用于商业和财富管理领域。企业家和投资者都深知，如果在交易或合作中一味追求短期利益，可能会损害公司的声誉或市场地位。那些成功的企业往往重视长期合作和双赢的关系。他们明白，通过创造公平的价值交换，能够建立持久的信任，赢得忠实的客户和合作伙伴。而那些急功近利的行为，比如压低供应商价格、逃避责任或试图投机取巧，可能在短时间内获得一笔收益，但从长远来看，这样的做法会让企业付出更高的代价，甚至可能损失整个市场。从个人成长的角度来看，占便宜的心态也会限制我们的潜力。当我们总是想着如何不劳而获，或者尽量避免付出努力，我们也就失去了许多成长的机会。真正的成功往往是通过不断学习、实践和积累来实现的，而不是依赖捷径或他人的资源。那些敢于全心全意投入自己时间和精力的人，往往能收获更持久、更深远的成就。反之，过于在意眼前的小利益，可能会让我们错失了更加丰厚的长远回报。在财富的流动法则中，能量的平衡至关重要。如果我们一味追求获取而不愿付出，我们便会阻碍这种能量的正常循环。宇宙自有它的平衡机制，当你试图通过不公平的手段获取超出自己应得的东西时，迟早会以某种方式归还。正如古人所言，吃亏是福。有时，表面上的吃亏其实是在积累更大的福报与机会。懂得这一点的人，不会被眼前的小利益所迷惑，而是更注重建立长久的公平交换与互利关系，因为他们深知，真正的富足来自于持续的能量流动和平衡。占便宜等于吃亏的法则提醒我们，短期的利益并不总是有利的，真正的财富来自于公平的合作与诚实的付出。理解这一点，我们就能够摆脱对利益的执念。
转而专注于建立更持久的信任和合作。这样不仅让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入我们的生活，也让我们的人生充满更加和谐与丰盛的体验。在理解了占便宜等于吃亏的深刻道理后，我们更容易明白另一个重要的财富法则：慷慨付出，坦然接受。这个法则强调了一个关键点：真正的富足不仅仅来自于我们如何获取财富，还在于我们如何与他人分享和接受来自外界的馈赠。这一法则揭示了财富循环的另一面，即付出的同时也要懂得接受。二者缺一不可，才能让财富的流动保持顺畅。首先，慷慨付出是开启财富之门的重要一环。无论是物质上的帮助，还是精神上的支持，慷慨的行为本质上是在为他人创造价值。当我们愿意无私地为他人提供帮助或资源时，不仅能让周围的人感到温暖和支持，也能够打开更大的机遇之门。事实上，许多成功人士都深谙这一道理，他们不仅仅专注于如何赚取财富，更注重通过慈善、捐赠、分享知识等方式回馈社会。他们知道，慷慨付出不仅能为他人带来积极的影响，也能为自己积累更多的无形财富，比如人脉、信任和良好的声誉。当我们通过付出来建立和强化人际关系时，这种关系便成为我们未来财富增长的催化剂。一个懂得慷慨付出的人，常常在无意中为自己播种了许多机遇的种子。那些曾经受益于我们慷慨的人，未来可能会在某个时刻回报我们，或者在我们需要帮助时伸出援手。事实上，财富流动的一个重要原则就是，它在为他人创造价值的同时，也会反过来为我们自己带来丰厚的回报。然而，光懂得慷慨付出还不够，能够坦然接受同样重要。许多人在付出时感到自在，却在接受别人的帮助或馈赠时感到不安或尴尬。这种心理背后，常常是对自我价值感的某种怀疑，或是错误地认为接受意味着自己不够独立。然而，财富能量的流动不仅仅是单向的，它需要一个循环。当我们慷慨付出时，我们实际上也在为自己创造接受的机会。而当我们拒绝或不愿意坦然接受他人的馈赠时，实际上是阻断了这股能量的流动。坦然接受，不仅是一种对他人善意的尊重，更是一种对自己价值的肯定。当别人愿意给予帮助或资源时，意味着他们看到了我们的价值，认可了我们的存在。如果我们因为谦虚或害怕欠人情而拒绝接受，反而是削弱了这段关系的成长空间。财富能量的流动要求我们在给予的同时，也学会坦然接受，因为接受本身也是一种付出，它让对方有机会体验到给予的快乐和满足感。同时，慷慨付出与坦然接受的法则还体现了财富的共享性。财富并不是一种零和游戏，它并不会因为分享而减少，反而会因为流通而增长。当我们愿意慷慨地与他人分享自己的资源时，不仅能为自己带来更多的机会，也能够促进整个社会的富足。当每个人都愿意以慷慨的心态看待财富，财富的总量
便会在这种自由流动中不断增加，最终回馈给每一个人。而当我们以封闭、保守的心态面对财富时，财富的流动会变得滞缓，资源也将无法充分利用，最终限制了我们个人乃至社会的成长。慷慨付出，坦然接受，强调的是一种平衡的心态。在给予时，我们无需计算得失，只需专注于为他人创造价值；而在接受时，我们同样应该心怀感恩，明白自己有资格接受这些馈赠。理解这一法则，能够帮助我们打破对财富的稀缺心态，摆脱对物质的执着，进而建立起更加自由和丰盛的财富循环。总结来说，财富并非一成不变的物质积累，而是一种持续流动的能量。当我们能在慷慨付出与坦然接受之间找到平衡，我们的财富能量将变得更加充盈，不仅让个人生活更加丰盛，也会让整个社会因此而更加繁荣。正如一条源远流长的河流，财富的流动需要畅通无阻，只有当我们愿意在付出和接受之间找到和谐的节奏，财富的真正意义才能得以实现。在财富的流动中，最常被忽视的一个关键法则是，每个人都是你的财神。我们常常以为财神是一位遥不可及的神灵，或者是某个能带来财富的贵人，但实际上，财神就在我们的身边，每一个与我们产生联系的人，都可能是我们通向财富的桥梁。这个法则揭示了人与人之间深刻的财富联系。财富的积累不仅仅依赖于个人的努力和聪明才智，更多时候它取决于我们与他人的互动。无论是生活中的朋友、工作中的同事，还是偶然遇见的陌生人，他们都可能在某个时刻、某个领域帮助我们打开通向财富的大门。因此，如何与人交往，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成为了财富增长的重要一环。首先，要意识到每个人都是你的财神，意味着你需要对每一段人际关系保持开放和尊重的态度。我们生活在一个互联互通的社会中，没有人能孤立的成功。成功的企业家往往不仅拥有卓越的商业头脑，更懂得与人相处，善于倾听和回应他人的需求。一个看似不起眼的建议，一次偶然的对话，甚至是一段简单的帮助，都可能为我们未来的成功埋下伏笔。每一个人都有独特的价值和视角，我们从每个人身上学到的东西，可能正是我们通向下一个机遇的钥匙。其次，这一法则提醒我们，不要轻易忽视任何一种人际关系，即使是看似毫无关联的人，也可能在未来的某个时刻带来意想不到的机会。历史上有太多例子证明，一些看似偶然的相遇，最终成就了巨大的商业合作或财富转机。正是因为某些看似微不足道的人际互动，为他们打开了全新的事业或生活路径。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不仅仅是一种情感的连接，更是一种无形的财富交换。此外，这个法则还告诉我们，要用一种积极的心态去看待他人，而不是以短期利益来衡量每一段关系。当我们把每个人都视作可能的财神时，实际上是在以一种更长远、更宽广的视角来看待人际交往。我们不会急于从每个关系中寻找眼前的利益，
而是愿意花时间去培养信任和理解。这种心态使得我们在人际交往中更加真诚，同时也为未来的财富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值得一提的是，这一法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在每段关系中都刻意谋求利益，相反，它强调的是一种尊重和开放的态度。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价值，财富的获取不仅仅来自物质的交换，更多的是知识、信息、机会和支持的流动。当我们以开放的心态对待每个人，我们不仅能够获得物质上的财富，还能积累大量无形的资源，比如人脉、经验和智慧。而这些无形的资源往往比物质财富更加持久和深远。同时，懂得这一法则的人会更加注重与他人建立双赢的关系，而不是单纯的追求个人利益。真正的财神并不是一个单方面给予我们财富的人，而是一个与我们共同成长、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无论是商业合作还是个人关系，只有当双方都从中获益，这段关系才有可能持续并带来更大的财富。这种共赢的关系正是现代商业和社会运作的基础。当我们与他人一起追求成功时，我们的财富增长往往会变得更加稳固和可持续。最后，理解每个人都是你的财神这一法则，还意味着我们要学会感恩和珍惜与他人的每一次互动。每一段关系都是财富流动的一个节点。当我们学会珍视每个人的存在，感恩他们在我们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会发现财富的机会无处不在。感恩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也是一种内在的财富法则，它让我们始终保持积极的心态，吸引更多的好运和机会。然而，在理解财富法则的过程中，一个重要而深刻的理念是将匮乏交给神。这一法则强调，面对生活中的各种不足与缺失，我们应该学会放下自己的焦虑和担忧，将这些负面的情绪交给更高的力量，寻求内心的平和与安宁。许多人在追求财富和成功的过程中，常常感受到无尽的压力和焦虑。他们总是担心钱不够，资源不足，甚至对未来的种种不确定性感到恐惧。这种心态不仅消耗了个人的能量，更会在潜意识中阻碍财富的流动。相反，当我们学会将匮乏交给神，便是向宇宙释放一种信任和接受的态度。我们不再执着于短期的不足，而是把目光放得更远，专注于内心的丰富与成长。首先，这一法则提醒我们，匮乏感往往是由内心的不安全感引起的。当我们处于缺乏状态时，容易产生消极的思维和情绪，影响我们的判断与决策。将匮乏交给神，就是承认自己无法控制一切，并将焦虑和不安托付给更高的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仅能够释放内心的负担，还能培养出一种更为积极的心态。这种信任感使我们在面对挑战时能够更加从容和自信。其次，信任宇宙的安排是这一法则的重要组成部分。很多时候，我们无法预测未来，也无法完全掌控自己的命运。然而，当我们相信宇宙的丰盛与智慧，
愿意将匮乏交给神，我们便能够更好地接纳生活的每一个阶段。人生的旅程并非总是一帆风顺，但正是那些看似的逆境与挑战，才可能为我们打开新的机会与视角。将匮乏交给神，就是选择在不确定中保持内心的平静与稳定，去迎接未来的可能性。另外，将匮乏交给神，也是一种自我疗愈的方式。我们常常因为生活中的困境而感到沮丧，这种情绪如果不加以处理，可能会形成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剧我们的匮乏感。然而，当我们选择将这些负面情绪交给神，进行一种心灵的放空与释放，便能够开始关注生活中的美好与富足。我们会发现，生活中其实有许多值得感激的事物，这些小小的幸福感能够逐渐替代心中的匮乏感，使我们重拾信心和动力。同时，这一法则还教导我们要有耐心和智慧。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许多人容易陷入急功近利的心态，渴望立即获得回报。然而，财富的真正积累往往需要时间与耐心。将匮乏交给神，就是选择在追求目标的过程中给予自己更多的宽容与理解。我们要学会欣赏自己的努力，而不是一味焦虑于结果。这样的心态不仅能够减轻我们的心理负担，还能让我们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走得更加稳健与持久。最后，将匮乏交给神，也意味着学会感恩和接受生活中的一切。我们应该意识到，生活中的每一次遭遇，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是我们成长的一部分。通过将匮乏感交给神，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心，接受自己所处的状态，并从中获得成长。这样的心态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心理韧性，还能为我们吸引更多的财富与机会。总而言之，将匮乏交给神是一个关于信任与放下的重要法则。当我们选择在内心保持宁静，放下对匮乏的执着，便能够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去迎接生活的每一个可能。这样的态度不仅能够让我们在财富的旅程中更加从容自信，也能够使我们的人生充满更多的丰盛与美好。通过与宇宙的连接，我们不仅能找到内心的安宁，更能在每一次的挑战中发现新的机会与可能。在探讨财富法则的过程中，最后一个重要的法则是像富翁一样说话。这个法则不仅涉及到言辞的选择，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转变。当我们能够以富有的心态去思考和表达时，我们的生活和财富状态也会随之改变。首先，像富翁一样说话意味着要培养一种积极的语言习惯。富翁往往懂得如何使用语言来影响自己和他人的情绪与态度。他们所使用的词汇不仅具有正能量，还传达出一种自信与乐观的态度。比如，在面对挑战时，富人可能会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可以让我成长和学习。而普通人在遇到困难时，常常会陷入消极的思维，诸如这太糟糕了，我无法应对。这种对比不仅反映了他们对待困难的态度，也暗示了他们对生活的整体看法。
通过积极的语言，我们不仅能够改变自己的心态，也能够吸引更多的机会和资源。其次，像富翁一样说话，还意味着对未来充满期待和信心。富人常常会设定高目标，并用充满希望的语言描述这些目标的实现。相反，普通人往往容易满足于现状，害怕冒险，对未来的期望较低。通过使用积极向上的言辞，我们能够提升自己的自信心，从而在潜意识中吸引到更多的财富与机遇。我们要学会用我会成功，而不是我希望能成功来表达自己的愿望。这样的转变不仅影响着我们自身的心理状态，还会传递给周围的人，创造出一种积极的氛围。此外，像富翁一样说话也包含着对他人的尊重和欣赏。富人明白人际关系的重要性，他们在交流时常常会表现出对他人努力的认可与赞赏。这种做法不仅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关系，也为自己创造了更多的合作机会。当我们以积极和尊重的态度与他人交流时，我们也在为自己建立一种良好的社会磁场。这种良好的能量流动会吸引更多的资源和机会，帮助我们在财富的积累上获得成功。更进一步，像富翁一样说话，还意味着我们要学会掌握财富和成功的语言。富人不仅善于表达自己的目标和愿景，还会使用专业的术语和策略来描绘自己的财富观和投资理念。通过不断学习和积累相关知识，我们也能够更好地与成功人士沟通，获得他们的支持与合作。我们需要了解财富运作的基本原理，掌握必要的投资技能，从而在与他人交流时能够更加自信、专业。这样的自信不仅能增强我们在社会中的地位，也为我们在财富之路上铺平了道路。最后，像富翁一样说话也包括着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和提升。富人通常具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们深知自己的价值，并敢于表达出来。他们在与他人交流时，能够自信地展示自己的长处与成就，而不是谦卑地掩盖自己的能力。我们也应该学会欣赏自己的独特之处，勇于分享自己的故事与经验。通过这种自我肯定的表达，我们能够吸引到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并为自己的事业与财富创造更多的可能性。像富翁一样说话，不仅仅是改变语言的表层，而是对内心信念和价值观的深刻反思。通过积极的表达和对未来的期待，我们能够在生活中创造出更多的机会与财富。这样的心态与表达方式，不仅能够增强我们的自信心，也能吸引到更多的资源与支持。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拥有这样一种富有的语言习惯，将会成为我们成功的重要助力。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法则是基于需要而非占有。这一法则强调了我们在与财富和资源打交道时，应该以满足实际需求为出发点，而不是单纯追求拥有更多的物质。这样的心态转变，不仅有助于我们建立更加健康的财富观，也能在潜意识中吸引更多的机会和资源。首先，基于需要而非占有的理念
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己的价值观和消费习惯。在现代社会中，许多人常常因为社会压力或是对物质的渴望而追求过多的占有。他们可能会买一些实际上并不需要的物品，来显示自己的成功和地位。然而，这种追求常常导致心理上的负担与财务上的压力。相反，当我们意识到真正需要的东西是什么，并据此做出明智的选择时，我们不仅能避免不必要的开支，还能更加有效地使用现有的资源。这种基于需求的消费观念能够让我们在经济上更加自如，同时也使我们更加珍惜已经拥有的东西。其次，基于需要而非占有还意味着要关注内心的真实需求。很多时候，我们对物质的渴望其实是内心深处情感和心理需求的反应。比如，有些人可能通过购物来填补内心的空虚感，然而这种做法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我们应该更深入地反思自己真正渴望的是什么，是安全感、归属感，还是自我价值的实现。通过识别并满足这些真实的内在需求，我们可以减少对物质的依赖，更加专注于提升自身的能力和实现自我价值。这种转变不仅能让我们在财富上更加从容自信，也能促进我们内心的平和与满足。此外，基于需要而非占有的法则也在于培养一种服务和分享的心态。当我们以满足他人需求为核心思考时，我们便能够吸引到更多的机会和合作伙伴。富人往往明白，财富不仅仅是个人的积累，而是对社会的贡献与服务。通过提供有价值的产品和服务，满足他人的需求，我们也能获得相应的回报和财富。在这种以需求为导向的思维模式中，我们不再单纯追求占有和积累，而是将关注点放在了创造价值和建立互惠互利的关系上。这种心态不仅有助于我们在商业上获得成功，也能为我们的生活带来更多的满足感和幸福感。最后，基于需要而非占有还涉及到我们对资源的利用效率。在这个资源有限的世界中，聪明的富人会关注如何最大化地利用已有的资源，而不是盲目追求更多的拥有。通过创新思维和有效管理，我们能够将现有的资源发挥到极致。这种效率意识不仅可以提升我们的财富创造能力，也能为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贡献。比如，在商业运作中，许多成功的企业都致力于创造更高的资源利用率，以降低成本和环境影响，同时提升客户的满意度和忠诚度。基于需要而非占有的法则引导我们在财富管理中更加理性与成熟。通过聚焦内心真正的需求，建立服务意识以及提升资源利用效率，我们不仅能在财富的积累上走得更稳，也能在生活中获得更深层次的满足与幸福。这一法则提醒我们，真正的富足并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我们如何理解与利用自己的资源，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生活。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法则是囤积反映内心的匮乏。这一法则提醒我们，囤积行为往往不仅仅是对物质的追求，
它更深层次地反映了我们内心的情感和心理状态。通过了解这种内在动机，我们能够更好地掌握自己的消费习惯，转而追求一种更加健康和富足的生活方式。首先，囤积往往源于内心的恐惧和不安全感。在许多情况下，人们之所以会选择囤积物品，是因为他们对未来的不确定性感到焦虑。比如，在经历过经济危机或个人财务困难后，很多人会下意识地开始囤积生活必需品，生怕未来会再次面临短缺的局面。这种恐惧感驱使我们在心理上产生拥有更多才能保障安全的错觉。然而，囤积物品并不能真正解决这些焦虑，反而可能加重内心的负担，导致对物质的依赖与心理的焦虑之间形成恶性循环。其次，囤积行为也可以反映出我们内心对过往经历的无法释怀。许多人在生活中经历过重大的损失、离别或创伤，因而在潜意识里产生了一种对拥有的渴望。他们可能会囤积曾经与重要人物相关的物品，试图通过这些物品来保留过去的回忆。然而，这种做法往往会使他们停留在过去，无法向前看。相反，真正的成长在于学会接受并放下这些情感，理解生命的每个阶段都有其意义。通过释放内心的负担，我们不仅能够减轻物质上的囤积，还能为自己开辟出新的可能性和机遇。此外，囤积还与我们对自身价值的认知有关。当我们在内心深处感到不够自信，缺乏自我价值感时，往往会通过外在的物质来寻求认同。这使得我们可能会购买大量的奢侈品或是没用的物品来填补内心的空缺。然而，真正的自信并不来自于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对自身价值的认可。通过提升自己的能力和素质，我们能够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丰盈，而不必依赖外在的物质来获取认同。通过这个过程，我们能培养出一种更为健康的财富观，避免陷入囤积的陷阱中。最后，理解囤积反映内心的匮乏，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与物质的关系。在追求富足的过程中，我们可以主动选择断舍离，清理那些不再为我们带来价值的物品。这不仅能使我们的生活空间更加整洁，也能在心理上给我们带来一种轻松与解放的感觉。每一次的清理都是一次与过去的告别，更是与新生活的拥抱。通过这种方式，我们不仅能够创造出更舒适的生活环境，也能为自己的心灵腾出更多的空间，迎接新的可能性与机遇。囤积反映内心的匮乏这一法则提醒我们，物质的积累与内心的满足并不一定成正比。通过反思自己的囤积行为，我们能够识别出内心深处的情感需求，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内心的焦虑与匮乏。最终，这一法则引导我们在追求财富的过程中，学会关注内心的丰盈，努力提升自我价值，实现真正的富足与快乐。紧接着，我们要讨论的法则是，你值得拥有美好。这一法则强调了每个人内心深处的价值与尊严，提醒我们，无论生活中的挑战与困境有多大，
我们都应当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美好的事物与经历。唯有树立这种信念，才能在不断变化的世界中保持内心的平和与自信。首先，许多人在追求成功与幸福的过程中，常常会因外界的评价和比较而动摇自己的信念。他们可能会感到自己不够优秀，甚至在潜意识中认为美好与富足是别人的专属，而自己则理应接受平庸。然而，这种思维方式是极其有限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独特的价值和潜力。美好并不只属于那些身处于成功之巅的人，而是属于每一个勇敢追求生活美好的人。相信自己值得拥有美好，意味着我们能够主动创造机遇，吸引更多的积极能量，最终实现心中的理想生活。其次，接受美好的事物和经历，也是我们提升自我价值感的重要步骤。很多人对美好事物的拒绝，往往源自对自己的不自信和内疚感。他们可能觉得自己不配享受快乐与美好，或者认为这样的享受与他人相比过于奢侈。然而，这种自我设限的思维只会限制我们的成长。实际上，接纳美好不仅是对自我的肯定，更是对自己努力付出的认可。当我们选择享受生活中的美好事物时，实际上是在对自己说，我值得。这句话能够激励我们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提升自身的生活品质。此外，坚信自己值得拥有美好，还意味着要学会拒绝那些对我们有负面影响的事物。在生活中，我们常常面临各种各样的选择和诱惑。有时，我们可能因为习惯或外界压力，接受那些并不适合自己的事物。然而，真正懂得自己价值的人，会主动选择那些能够带给自己快乐与满足的事物。无论是工作环境、社交圈还是消费选择，我们都应该以自己的内心需求为导向，做出符合自我价值的决策。通过这种选择，我们不仅能够提升生活的品质，还能在内心深处建立起对美好的信念。再者，懂得自己值得拥有美好，也能增强我们面对困难和挫折的韧性。生活中的挑战与不如意在所难免，但如果我们坚信自己值得更好的，就会在面对困境时不轻易放弃。这种信念会激励我们不断寻找解决方案，努力提升自我，从而实现目标。正如一朵花需要阳光和雨露才能茁壮成长，我们也需要信念的滋养来克服生活中的难关。每一次的挑战都是自我成长的契机，唯有相信自己值得美好，我们才能在逆境中坚持不懈，最终绽放出属于自己的精彩。最后，内心的美好感也会通过我们的行动传递给周围的人。当我们自己拥有美好的体验和心态时，自然会吸引同样美好的人和事。我们会在生活中散发出积极的能量，从而影响身边的人，帮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美好与希望。这种积极的循环不仅能让我们自身受益，也能营造出更为和谐的人际关系与社会环境。坚信你值得拥有美好这一法则，不仅是对自我的认同，也是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在追求美好的过程中，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每个人都值得拥有幸福与快乐。通过这种信念，我们能够不断提升自我，创造更加美好的人生，吸引更多的美好与丰盈。在理解了吸引美好的法则后，我们需要进一步探讨如何养好个人的磁场。个人磁场不仅反映了我们的内在状态，还直接影响着我们与外界的互动。养好个人磁场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自我成长与自我认知的旅程。通过调节我们的情绪、态度和生活习惯，我们能够营造出积极的磁场，吸引更多美好的事物。首先，情绪管理是养好个人磁场的关键。情绪不仅仅是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更是一种能量状态。当我们处于愉悦和积极的情绪中时，身体会释放出正能量，从而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相反，消极情绪如焦虑、沮丧和愤怒则会削弱我们的磁场，阻碍我们吸引美好的事物。因此，学会情绪管理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通过冥想、深呼吸和正念练习来调整自己的情绪，保持内心的宁静与平和。此外，培养乐观的思维方式，关注生活中的积极面，也能帮助我们提升情绪状态，增强个人的磁场。其次，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也是养好个人磁场的重要方面。饮食、运动和睡眠都是影响我们身体能量和状态的重要因素。均衡的饮食能为身体提供充足的营养，增强免疫力，提升整体的能量水平。而规律的锻炼不仅能改善身体的健康状况，还能释放压力，增强内心的自信和快乐感。充足的睡眠则是恢复能量的重要保证，能帮助我们保持清晰的思维与积极的情绪。因此，建立良好的生活习惯，重视身体的健康，才能更好地提升我们的个人磁场。同时，与积极的人交往也是提升个人磁场的重要途径。我们周围的人会在潜移默化中影响我们的情绪与态度。如果我们与那些积极向上的人建立联系，他们的正能量会感染我们，使我们更加乐观和积极。相反，消极的人际关系则可能拖累我们的情绪，让我们感到沮丧。因此，主动选择与积极、乐观、充满爱与支持的人为伍，不仅能提升我们的情绪状态，还能帮助我们共同创造出更为美好的生活环境。另外，定期进行自我反思也是养好个人磁场的重要环节。通过反思，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内心需求、目标和价值观。自我反思不仅帮助我们认识到自身的优点和不足，也能促使我们不断提升自我，追求更高的目标。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通过写日记、与信任的朋友交流或进行专业的心理咨询等方式来促进自我认识。当我们对自己有了更深入的理解，内心的磁场自然会变得更加稳定和强大。最后，持续学习和成长也是养好个人磁场的有效途径。世界在不断变化，我们需要通过学习和适应来保持与时俱进的状态。无论是通过阅读、
参加课程还是接受新挑战，学习新知识和技能，不仅能够丰富我们的生活体验，也能增强我们的自信心和应对能力。当我们保持一种积极进取的态度，愿意不断探索新领域，我们的磁场也会随之变化，吸引到更多积极的机遇与可能。养好个人磁场是一个全方位的过程，涉及情绪管理、健康生活、积极人际关系、自我反思与持续学习等多个方面。通过这些实践，我们不仅能够提升自身的能量状态，还能在生活中吸引更多美好的事物。相信自己的内在价值，努力创造积极的环境，最终我们会发现，美好正源源不断地向我们靠近。在养好个人磁场的同时，清理内在障碍也是提升财富吸引力的重要步骤。内在障碍往往是我们潜意识中存在的负面信念和情绪，它们可能源于早期的生活经历、社会环境或个人的消极思维。这些障碍像隐形的绳索，限制着我们的思想和行动，使我们无法完全发挥潜力，甚至阻碍我们吸引财富与成功。首先，识别和理解这些内在障碍是清理过程的第一步。很多时候，我们对自己有着深深的怀疑，内心充满了我不够好或我不配拥有财富的负面声音。这种自我否定会阻碍我们的成长与发展。我们可以通过写下自己的负面信念，逐步进行自我审视，找出这些信念的来源，了解它们是如何影响我们的生活和决策的。识别这些障碍后，我们才能开始挑战和转变它们。接下来，重新审视和调整我们的信念系统至关重要。通过积极的自我暗示和肯定句，我们可以开始用正面信念取代负面信念。例如，替换我永远赚不到很多钱的想法，换成我值得拥有丰盛的财富和幸福的生活。这种积极的心态能够激励我们采取行动，并在潜意识中提升我们的财富吸引力。我们可以每天进行自我肯定，提醒自己拥有能力和潜力去实现目标，从而逐渐构建出一种积极的财富观。此外，情感释放也是清理内在障碍的有效方法。很多负面情绪，如恐惧、愧疚和焦虑，常常与我们的内在障碍密切相关。我们可以通过各种方式来释放这些情感，例如写情感日记、进行艺术创作或参与运动等。当我们将内心的情感表达出来，便能减轻内心的负担，打开接纳财富和成功的通道。情感释放不仅帮助我们清理内在障碍，也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为宽松的空间去思考和规划未来。在这个过程中，寻求外界的支持也尤为重要。与朋友、家人或专业咨询师的交流，可以让我们更清晰地认识到自身的障碍，并获得新的视角和建议。他们的反馈和支持能够帮助我们建立自信，激励我们走出舒适区，勇敢面对内心的障碍。通过团体支持或心理辅导，我们可以获得情感上的支持，帮助我们克服不安和恐惧，进一步增强自身的财富吸引力。最后，积极采取行动也是清理内在障碍的重要一环。
仅仅在内心进行思考和反思是不够的，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设定具体的目标，并采取切实的行动步骤来实现这些目标，无论是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参与创业项目，还是投资理财，都是提升财富吸引力的重要方式。通过行动，我们不仅能够证明自己具备创造财富的能力，也能在过程中不断调整和优化自己的信念，消除内心的障碍。清理内在障碍是提升财富吸引力的关键步骤。通过识别和挑战负面信念，释放情感，寻求外界支持以及积极行动，我们能够不断提升自身的能量状态，创造出一个更有利于财富流入的环境。相信自己，拥抱变化，最终我们将能真正吸引到理想的财富与成功。在探讨心灵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时，我们发现这两者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彼此交织、相辅相成的。心灵的状态会直接影响我们的物质生活，而物质环境的变化同样会反过来影响我们的内心感受。这样的双向关系使得理解和优化心灵与物质的互动变得至关重要。首先，心灵状态对物质生活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当我们的内心充满积极的情绪和健康的信念时，往往会激发出更强的创造力和行动力。这种积极的心理状态使我们更加愿意去追求目标，无论是事业、财务还是人际关系。相反，如果我们内心充满负面情绪，如焦虑、恐惧或自我怀疑，这些情绪会直接导致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各种阻碍。我们可能错失机会，或在面对挑战时退缩，从而影响我们的物质财富积累和生活质量。此外，心灵的稳定性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决策能力。当我们内心平静、清晰时，能够更理智地评估风险与机遇，做出更加明智的选择。而当内心受到负面情绪的干扰时，我们可能会因为恐惧而放弃潜在的机会，或因为冲动而做出错误的决定。这种不理性的决策往往会对我们的物质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导致财富的损失或生活质量的下降。与此同时，物质环境也在悄然影响着我们的内心感受。一个整洁、有序的生活和工作环境能够促进我们的心理健康，使我们感到舒适和放松，而杂乱无序的环境则可能引发焦虑和压迫感，从而影响我们的情绪和思维方式。例如，工作空间的混乱可能会导致我们的注意力分散，难以专注于手头的任务。这样的状况在长时间内积累，最终可能影响到我们的工作表现和经济收入。不仅如此，物质的丰盈和舒适也能极大地提升我们的幸福感。当我们拥有足够的经济资源，可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求，并且有机会享受一些生活中的小确幸时，内心的满足感自然增强。相对而言，生活的匮乏常常伴随着压力和焦虑，使得我们在物质的追求中迷失自我，难以找到内心的平静。因此，优化物质条件不仅是追求外在财富，更是为了提升内在的幸福感。在这种互动关系中，
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平衡心灵与物质的需求。一方面，我们要关注内心的成长和发展，通过自我反思、情感释放和积极行动来提升自身的能量状态。另一方面，我们也要重视物质环境的优化，创造一个有利于心灵成长的空间。通过这样的双向努力，我们不仅能提升物质的丰盈程度，更能实现心灵的宁静与满足。心灵与物质之间的相互影响构成了我们生活的整体。理解并优化这种关系，将帮助我们在追求财富的同时，提升内在的幸福感和满足感。通过心灵的积极转变和物质环境的优化，我们将能够创造出一个更加和谐、富足的生活状态。在探讨财富的本质时，我们逐渐认识到，真正的财富并不仅仅体现在外在的金钱和物质拥有上，更源于我们内在能量的提升。这种内在能量包括我们的思想、情感和信念，正是这些无形的因素塑造了我们对财富的认知与吸引力。通过深入理解内在能量的作用，我们能够更有效地创造和吸引所渴望的财富。首先，内在能量对财富的影响体现在我们的思想和信念上。我们的思想决定了我们对世界的看法，进而影响我们的行为和决策。当我们拥有积极的思想和信念时，我们往往会感到充满动力，敢于追求目标，并愿意采取行动去实现这些目标。相反，如果我们内心充满负面思想，如自我怀疑或对失败的恐惧，这些信念会限制我们的潜能，使我们在追求财富的道路上感到犹豫不决，甚至停滞不前。而情感状态同样对财富的吸引力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当我们感到快乐、满足和感激时，我们会发出一种积极的能量，这种能量能够吸引到与之相匹配的财富与机会。此时，我们的心态是开放的，更容易识别并抓住机遇。而当我们情绪低落、充满焦虑时，这种负能量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判断力，还会阻碍我们与外界的连接，使我们与潜在的财富机会失之交臂。此外，内在能量的提升还涉及自我意识的觉醒。当我们对自己的内在世界有了更深入的理解时，我们能够更清晰地识别出哪些信念和情感在影响我们的财富状况。这种自我觉察使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去清理内心的障碍，释放掉那些不再服务于我们的旧有模式。通过这样的内在转变，我们的能量水平也会随之提升，从而吸引更多的财富与机遇。在实际生活中，提升内在能量的方法多种多样。例如，冥想和正念练习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管理情绪、清晰的思维，从而保持积极的心态。与积极向上的人交往，能够激发我们内心的潜能，使我们在追求财富的旅程中充满动力。此外，定期进行自我反省与目标设定，可以帮助我们对自己的进步保持清醒的认识，激励自己不断追求更高的目标。通过提升内在能量，我们不仅能够在物质层面实现财富的积累，更能够在精神层面获得满足与幸福。这种幸福感来自于对自我价值的认可与内在潜能的实现。
当我们意识到财富不仅仅是金钱的累积，而是内在能量的自然流动时，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充实和有意义。财富的真正来源是我们内在能量的提升。通过积极的思想、健康的情感状态以及自我意识的觉醒，我们能够打破制约自己的障碍，吸引更多的财富与机会。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不仅能收获物质上的富足，更能在内心深处找到真正的满足与幸福。感谢你看到最后，回复一句三阳开泰，祝愿你阳气永驻，与光明相伴。如果今天的分享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屏幕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建立连接，随喜转发，功德无量。